房是保命符，婚後買房算誰的？律師教你用這兩招，離婚也能保住千萬資產。先說結論，共同登記跟書面協議這兩招可以幫你保住房子，副作用就是另一半會非常的不爽，所以你在用之前你先想一下，你安排個燭光晚餐之類的。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社宅真的跳票了，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婚後買房算誰的？這次來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婚後買房出錢不等於擁有，律師沒做好2步驟，離婚恐喪失千萬資產那內容是這樣，就是很多人認為說，只要是婚後購買的房子，無論登記在誰名下，都叫夫妻共同財產嘛，對不對？夫妻共同財產。那離婚的時候就會自動分配，平均分配，你是不是也這樣覺得但這件事情其實是有解釋空間的，因為依據民法第1017條，不能證明為夫或妻所有之財產推定為夫妻共有。這什麼意思？這就是說所以我能證明就是我的，就是這樣只有無法證明某一方所共有的財產才能夠推定成共有財產那能證明的當然就是誰證明誰的嘛。那房子是有登記人的，所以如果登記在老公名下，就是老公的財產；老婆名下就是老婆的財產。那這件事情的影響是什麼？就是你不能夠宣稱雙方共有這間房子，所以獲利要一人一半這樣。那在判離婚的時候拿多少錢？則是依據1030-1條，叫做這段很長法律的東西，我就不念了。簡單的說就是說，要計算雙方的婚後財產淨值。然後計算差額之後，再跟對方要求分配一半，所以有可能發生的一個狀況是，你的婚後財產比對方還高，然後在這間房子買在對方名下計算差額以後，你收入比他還高，你很可能拿不到錢就是這樣。因為在判離婚的時候，畢竟那個女方都是弱勢方都是這樣。你說明明就是老婆霸凌我才要離婚的現在他弱勢就這樣了，法律就這樣。那律師的建議是2個第一個就是辦理共同登記，並且在登記文件上載明各自持有的明確比例，這樣就不用爭按有邊賊，那就持分之類的。那第二個則是先簽書面協議但是要有一個書面證明說這間房子是誰付的錢，房貸是怎麼分攤，賣掉的款項怎麼分配，就這樣就這2招。好，你也知道這2招聽我講嘛，說跟沒說一樣你只要開這個，你好歹你開這個口看看，你跟你的老婆說，我們來簽一個書面協議，你老婆立刻爆氣，我跟你講，你現在是在跟我做生意是不是？我是你的老婆你現在他媽叫我簽這個，這婚還要不要怎樣？所以你要知道該如何保護自己我以下的對象也不一定是老公或是老婆，反正你就听聽看我們就來講有沒有其他做法可以幫助你保護自己的，你參考看看。我聽過了幾個做法來，第一個，想辦法保留記錄。例如說，你們要講好房貸怎麼分攤的時候，你每次轉賬就在備註欄上面打說你就寫房子嘛房貸分擔款或是你轉賬以後你就發賴跟另一半說，我這個月 share 的的房貸我已經轉賬給你，幫我看一下，然後對方回 OK。 好，那只要有，那就可以證明雙方有共同出資的事實。第二個做法就是保留所有繳費單的正本，例如說房屋稅、地價稅、水電瓦斯，甚至裝潢費用、買冷氣的發票，你出錢的，你就把正本收據都留下來。這些單據可以證明說你對這些房子具有實質的負擔跟管理的事實。我要強調一下，這些做法只是說，就是你到時候在那邊打什麼離婚官司的時候，你有證據你是拿得出證據的增強你共同出資的證據力。那願不願意採信還是看法官。最安全的做法還是寫書面協議這樣。最後你要知道，諮詢律師最安全。很多人會覺得說，還沒結婚前我就在未婚妻去找律師，這還得了？太見外傷感情，這個等一下要大亂鬥了我是認為是這樣，你可以把它這個包裝成說，你現在就是要找一個人生的合夥人因為一對夫妻嘛，2人彼此都會參與各自的食衣住行育兒等等的各項人生重大決策。夫妻其實責任很重，它包含到什麼？以後要不要換尿布甚至說以後那要不要幫你把管子拔掉那在做這種重大決策之前你覺得沒有疑慮，怎樣你都接受，隨便啦，反正這就是我的命，那你就不用找律師了
然後就這樣。你找律師很奇怪啊，律師問你有什麼需求，然後你說沒差，都聽我老婆就好，他拔我的管子我也沒差，那你去找律師幹嘛？但是但凡你有一點點的猶豫，我建議你要去跟律師諮詢一下。就像我們前面講，這是一個會影響你下半輩子的決策甚至你老了，然後怎樣了你就是要靠那個資產過活，他也要啊那大家就來玩 K， 所以先弄清楚是一個很合理的事情啊。雙方也提前把彼此的權利義務要講清楚，以正式書面的協議落實下來，也能避免日後因為金錢上疑慮而影響感情。每個人的狀況不一樣但是細節一旦沒處理好，未來你要面對的你自己看這個代價大不大？長期訴訟然後搞一搞什麼贍養費什麼有沒的。所以我說這支影片裡面有提到一些強化證據的做法法律的世界很嚴謹啊，你有證據勝算要變高。我還是建議你要找律師問一下這個諮詢諮詢你就付錢，你不要那麼省這個了。那找律師詢問一下會妥當很多，你花一點小錢換來的是幾千萬甚至過億的安全保障資產的保障這個有什麼問題嗎？你在高雄你不知道找哪個律師的話，影片最後我會推薦一家我目前配合跟信任的法律事務所給你參考，你就直接加賴就可以了問問看，然後約時間去跟他面談就好了。他在高雄所以你是台北我也不知道，你自己問能不能接受線上会議吧，我不知道。講完了好，我們整理一下，我今天講了婚後買房財產歸屬問題，那我也先分析了婚後房屋登記的名義對財產分配的影響，以及如何透過共同登記書面協議保留日常生活的繳費單據等的方式，就讓自己的證據變多。結論就是什麼？山盟海誓叫做口頭約定，口頭約定就叫不可靠我發誓，發什麼誓？白紙黑字書面協議，你看你要不要簽？你要發誓還是要簽你叫他簽，他寧願發誓，這樣嘛？最好這個結婚之前就先諮詢專業的律師，才能夠真正確保你的財產安全。最後我想問你，你支持簽婚前協議嗎？A 支持，哪次不支持 ？B 不支持我聽我老婆的。C 不知道我這輩子應該簽不到，我是單身狗。對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長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產要找誰？找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小老鼠 go， 小老鼠5個 go， 免費的那每隔幾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潛力的房子被 po 出來。那跟我說好友已經加到超過7000人了，真誇張。那想置產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蕭店長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讓蕭店來幫助你成為天龍人。跟我說已經超過2000人加入了趕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買了雙北，你想要裝潢，你就找漢一室內裝修裝潢找誰？不是找，就是怕被當盤子敲嘛。我就推薦漢一陳老闆，反正問不用錢。小老鼠漢一HANYI 漢一，你想要只做一間廁所的翻新，這都可以反正你先問，拍照傳過去，去丈量討論之後再說。漢一很有實力的，資訊欄裡都有連結。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設卻一個都沒有停。那你不趁現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設落成以後，你去搶貴的，你才高興是嗎？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我把高雄置產增值的寶藏都埋在那裡了如果你是蘋果手機你記得你要用網頁來加，你不要用那個內建的 App 來加，不然會被多收蘋果稅。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價的高雄市蛋黃區重大建設，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帶你去看會增值的房子是長什麼樣子。現在加入就能獲得幫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設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買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體力行的功課。現在就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馬上加，馬上開始抄作業。最後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買在重大建設旁邊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剛看 YouTube 的後台有 74% 的觀眾朋友都在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就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10萬有什麼好處這樣我就會比較爽
對，按了嗎？哦，按了哦，好哦，感謝你的訂閱。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八卦哦，講八卦，這個我都遇過哦，不是我自己什麼婚姻的問題，是觀眾來問我，哎，很麻煩哎，真的是很麻煩哎。他們買房子，然後買房子交屋，交屋了多久哦？很麻煩，真的很麻煩。交屋對保以前，這中間就是這個莫名其妙的時間差，離婚，離婚以後，那個女方啊，哇，盛氣凌人哦，那背後律師不知道什麼時候找的，就找來就對付他了，就說要拿那種，還蠻問我怎麼辦，我怎麼知道怎麼辦？哦，台北的，台北的房子，那還得了？台北大安區的房子，大安區的預售，哇 ，combo 的價格，所以女方當然要拿，我就講啊，都在離婚了，都跳破冰啊，他就來對付你了，哦，就是這樣。然後你再看看台灣精美的離婚率，你不幫自己做一點準備，這怎麼處理？很麻煩呢。這個不是說，因為我是房地產頻道，我在講房子而已。婚姻的責任，到時候有小孩，還有什麼贍養費的問題，那個真的就讓你有可能跌落所謂的斬殺線，你知道嗎？美國最近很夯的那個斬殺線，你也沒錢，然後你的財產又被分走，那你被分走以後，你每個月工作的收入還有一部分要匯給他。然後他拿了你的贍養費養孩子，他又另結新歡或什麼的，哇，這個很多問題啊。那離婚一定有原因嘛？離婚的原因有可能是法庭上是講證據的，沒有要講說他愛我哦，他不愛我這種事情，所以做一點保障啦。那我換個角度想，就是感情哦，就決定攜手共度下半輩子的人生，這麼慎重的決定，如果你就是提了一嘴叫做書面協議哈，我們來討論看看。然後你的另一半就跟你翻臉啊，你現在在做生意是不是？快逃！他們的快逃，這個就已經來者不善了，你還跟他結婚，給他結下去。所以說這是溝通啦，哦，真的，你看台灣精美的，我現在沒有在詛咒說什麼要離婚還是什麼，而是說幫你跳脫一個身份嘛，你不要說我現在的情況，你就說一個社會學家，然後調資料來看，哇，台灣離婚率這麼內哦。離婚律師生意應該爆好啊，請問你認識幾個離婚律師？你就不知道啊。哦，那我現在介紹給你啊，他們都有處理過哦，就是這樣，真的啊。你也不要那麼我要去找律師，你跟我一起去，我們要談那個利息，可能自己就先諮詢完，然後心裡有個底，怎樣之後再說吧，會比較理想。真的我被問過，還不止一個哦，還不止一個大安區的預售，好，那要交屋了，9000多萬。9000多萬遇到這個東西，這真的是財產直接刮一半，很恐怖了。所以不要亂搞哦，問律師。這個就分兩個層面哦，這不好聽啊哦。但是說在愛情的面前，律師是什麼東西？你在拆散我們的，那就這樣啊。10000種離婚有10000個離婚的理由，真的都是。但你就先做好準備，然後讓你自己在離婚的時候，你今天是男生，你就防身哦。不要就被那個心有邪念哦，專門來找你的釣金龜婿的另一半來刮走你的財產。那你是女生的話，你是不是更應該去了解這件事情？到時候男生找個律師來對付你還得了？到時候你看你離婚，然後帶個小孩，然後工作怎樣？你已經好幾年沒接觸職場了，哇，你的生活還得了哦？所以律師啊，按我們現代社會文明的社會，我們用的就是律師這樣子的專業解決辦法，那就去了解看看，真的是要了解看看，都是要了解的，你早晚要了解的哦。你說不會，我這輩子絕對不會跟我老婆離婚，我跟她如膠似漆哈，我們互相愛對方愛得要死。你敢說，我還不敢聽呢。你看看台灣現在的離婚率，你看台灣的離婚率哈，我就說你們有一半的機率會離婚，我告訴你，我有90%答對的幾率耶。對啊，就是這麼殘酷的現實。所以律師哦，財產這個，等下就直接看那個律師的來，你認識律師朋友嗎？沒有的話，你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認識的超強律師朋友介紹給你，聽好哦。婚前財產分配，婚後財產分別，買賣房屋糾紛，買到漏水屋，買到凶宅，預售屋廣告騙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仲介隱瞞事實，擔心合約有陷阱，樓上漏水不修，遺產分配不公，贈與小孩房子，擔心房子被詐騙，借名登記不肯還，遇到裝潢蟑螂，驗屋驗到想告人，室內裝潢糾紛，法拍屋糾紛，車禍賠償糾紛，家人遇到詐騙，土地被霸佔，遺囑相關問題，對付2鄰居，對付2房東，對付2租客。剛念的有中一個你就加了馬上就問。賴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對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會越難處理。
祝你順利。